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中诚跆拳道，我是香山居士白教练。最近因为公务繁忙拖更了一阵子，在这里跟各位朋友告个罪，也谢谢大家的包容跟谅解。那么这一次我们就来看一场世界级的冠军战，这是在今年的10月23号在英国举办的曼彻斯特大奖赛，是11月13号墨西哥世锦赛的前哨战，属于 G6 层级的赛事。青方选手是韩国的新生代好手朴泰俊，之前的影片把他的名字说成朴泰瑞，在这里更正一下。不过我想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全世界都不会再记错他的名字。红方选手是来自突尼西亚的穆罕默德，在11月最新出炉的世界排名高居世界第一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这位外形酷似街友的老兄，不但是最新的世界第一，还是东京奥运男子1量的银牌选手。对了，补充一下，奥运金牌是在4强赛就被朴泰俊打掉了。先礼后兵，比赛开始。青方选手一开始就利用一个前脚旋踢先持得点，红方选手立刻连续反击，虽然没有得分，但是也多少带给对手一些压力。频繁的踢击可以有效的提升士气，当然不是说一开始就要浪费体力狂乱踢，而是如果想要突破僵局，就要从拉拔自己的气势做起。而且红方选手目前还是用试探居多，看来他对朴泰俊应该很陌生。我查了一下这两位今年还没有交手的记录，面对一位陌生的年轻好手，在第一回合使用这种轻松而不轻敌的态度，是比较稳当的做法。目前为止，朴泰俊还是维持着主动出击的风格，而红方选手则是以反击居多，近身时也不太积极，还是以暗中观察为原则。看来这位世界第一真的对朴泰俊有点陌生。青方突然放了个大招，但是没有得逞，而红方选手前脚旋踢后顺势接了一脚后脚内挂，乍看之下得分10拿9稳，但是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，红方先来了左脚上端踢击吸引注意力，趁青方选手攻击的时候立刻右脚内挂，而青方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反应速度，在千钧一发之际闪避成功。这个成功的防御除了选手本身的敏锐，也透露出另一个原因，我们稍后补充。红方选手又是一个内挂上端被挡下，很明显他对自己的内挂上端是很有自信的。可是到目前为止的内挂上端全数被朴泰俊挡了下来，接连几次成功的防御，反映了这位年轻的韩国选手必定是做足了功课才上场比赛。世界第一是所有选手的假想敌，全世界都会针对你的攻击习性彻底研究而模拟练习，破解你是所有教练团的课题，击败你是所有选手的目标。王者之路并不好走，在这条单行道上，你只能越来越强大。而相反的，初出茅庐的年轻选手，因为习性不被人所熟知，反而具有黑马优势。而高手过招，胜负往往就在这些些微的优势之间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天下无敌的李大勋，连续2届奥运都意外爆冷输给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选手。要知道，任何一面大赛奖牌背后都是不计其数的教练团日以继夜的勤搜分析，再加上选手本身的素质与努力堆砌出来的。又一次的靠身推挤，第一回合只剩下了22秒。红方选手目前为止打得还蛮闷的，目前还处于落后的情况下。刚才又因为一脚近身中端多丢了2分，可以想象红方应该要准备发力了。漂亮的一脚后踢，可惜没有得分。青方采取闪躲的策略，红方选手也如影随形的追击了进去。这一波的防御对青方来说是成功的，因为丢掉1分好过丢掉3分。但是毕竟只是权宜之计，场地就这么点大，你也没那么多地方可以跑。这时红方来了个神龙摆尾，却没有得分，持续用推挤的方式跟青方选手打近身战，力求在第一回合的末端可以反败为胜。攻势十分的猛烈，可惜都被青方选手扛了下来。这时又因为一个警告，差距扩大到了4分。最后2秒，红方干脆放弃了进攻，收拾心情准备下一回合的比赛。第二回合开始，青方主动出击。红方前脚破坏后，接着一脚旋踢加内挂没有得分。到目前为止，突尼西亚街友哥的攻击模式都很固定，不是旋踢就是内挂，再不然就是旋踢加内挂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可言。不过没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，如果街友哥就这点料，那么奥运银牌未免太好拿了一点。果不其然，红方选手抓准时机，突然来了一个转身后踢，杀了个青方措手不及，速度之快，甚至连复审都来不及按技术分。
直到红方自己示意才跳出2分，局面一下从落后2分逆转为领先2分。青方一个前脚反击旋踢，虽然身体失去了平衡，但是还是幸运得分，比数再次扳平。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像是冰与火的对决，青方的攻击像火一样热情洋溢，斗志昂扬，年轻奔放而且富有创造力；而红方的比赛风格则是冷静、精确，永远精准无误地处理好每一波的攻势，有点像是捍卫战士里的独行侠跟冰人的感觉。比赛风格是各有千秋，各擅胜场，就看功力谁高谁低，以及谁的临场状况发挥得好一点，才能拿下最终的胜利。又是一个后踢，可惜没有得分。不过朴泰俊的主动攻击看起来有被影响，这就是转身动作带来的红利。有时不一定要得分，但是可以带来足够的威慑。毕竟投鼠忌器，男子组的后踢后旋随时有击倒的可能。如果你的转身动作有一定的水准，是很能够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的。所以看得出来，朴泰俊发动攻击的时候已经有所迟疑，频率也没有先前这么高。对于他这种绝对主动型的选手来说，相当于攻击力减半。红方选手这时应该做的是多一点主动攻击，逐渐的把比赛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上。否则，如果还是像第一回合一样以暗中观察为主要策略，结果大概也是8、9不离10。红方一个左脚内挂被青方闪过，而且青方顺势接了一个360旋踢，分数没拿到，至少有帅到。这也凸显了这位年轻选手的创造力是十分不错的。红方一个前脚得分。比赛进行到这边，双方的战术已经很明显了。青方大多是采取主动进攻后再切近身找机会，红方则是以破坏后再反击为主。在战略上可以看作青方主动，红方反击。红方打被动反击的原因之前有提到过，主要是因为他对青方不熟悉，多看2招再决定怎么做会是比较保险。而至于青方为什么要打主动，其实也不难推测，主要是考虑到速度以及身材条件。当你遇到一个对手速度比你还要快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快他一拍，抢先发动攻击，让他照着你的剧本走。至于身高的部分，可以看得出红方选手身高是略胜一筹的，但是也只是略胜一筹，并不到碾压的等级。来自于砂糖中学的朴泰俊，不会是第一次面对比他高的选手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们先前介绍的挨打高教科书李东健同学，还得叫朴泰俊一声学长。可以想象，同样出自于这套体系的杰出校友朴泰俊，在面对高个子的时候，是铁定有他的一套的。红方右一脚后踢再次领先。一般教练在介绍选手的时候是不喜欢过度吹捧的，但是这位来自于突尼西亚的代表，可能是我见过速度最快的选手，所以可以想象，即使是来自于韩国的天才少年，硬拼速度的胜算也不高。所以他的战略就是靠着不断的发起进攻，逼着红方选手跟他打消耗战。青方选手因为积极抢攻而跌倒，又被扣了1分，剩下2秒差距4分的情况下，只能硬拼转身动作，一个非常具有水准的跳后旋，可惜没有踢中，红方选手因此拿下第2回合。第3回合开始，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，双方选手的动作都不是很大胆，除了几个零星的转身动作之外，说实话并没有太多令人激赏的表现。没办法，这是曼彻斯特大奖赛的冠军战，冠军将可以拿到60分的积分，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比赛，变得刺激有余，精彩不足。之前我们提到战略跟战术之间的关系，以战争来比喻，战略就是所谓的作战计划。战争开打之前，你就要针对敌方的兵力、装备、后勤等一系列的资讯来拟定作战策略。当然，跆拳道比赛是没有这么复杂的，不过还是需要有一个对策作为贯穿整场比赛的主轴，而战术就是执行战略的具体做法。比如说你的策略是打反击，那么你是以后踢为主要反击，还是以旋踢为主要反击？比赛时依照现场的状况可以做灵活调整。而战术是需要基本功去支撑的，这包括你的力量、速度、体能，还有基本技术。如果个人技术不好，再好的战术也没有办法得到执行。想象一下，教练叫你做转身后踢，结果你踢的是对手的小鸡鸡，别说得分了，光警告就可以把你判到输。所以，一个好的战略是需要好的战术来执行，而好的战术又需要扎实的基本功支撑。坚实的基本功是需要好的战术发挥最大的效益。而战略又可以为战术提供正确的方向，这都是相辅相成的，没有谁比较重要的问题。但是在这3者之上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，在这里先不破梗，我们最后的时候再讲解。第3回合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，才由青方的正拳打破僵局，这是因为双方太保守吗？与其说是保守，
不如说双方正在蓄力，等待中场权的最后绝杀。毕竟比赛都快结束了，前面输都不是输，最后的胜利才是胜利。红方选手想做一个后踢，却被青方选手的假动作骗到，所以赶紧补了一脚前脚旋踢缓解尴尬。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。如果你的对手速度很快，而且是快到没人性的那一种，你就要用非常多的假动作来扰乱他的节奏。非常漂亮的一脚内挂上端，让红方再次拿下3分。但是凡事就怕这个但是，在晋升的时候，红方选手有涉嫌抓人的动作，因此被判了一个警告，连带的3分也被取消。原本预计的4分领先优势，瞬间又变成了平手。在最后的30秒，这个判罚无疑是对士气的打击非常大的。但是世界第一不愧是世界第一，立刻冷静了下来，专注在场上。而朴泰俊的攻势也变得更加猛烈，因为他很清楚前面所做的一切消磨对方体力的攻势，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。当双方的体力出现了黄金交叉，就是你最好的机会。毕竟稳扎稳打是没有办法击败世界第一的。最后的10秒钟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而前面提到的战略、战术、经验、技巧，全都成了次要，重点在于心态。这个时候，只有最想赢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。在最后3秒钟的时候，红方选手一个反旋踢得分，跟青方选手几乎是同时击中对方。红方选手停下来看分数的时候，青方顺势又补了一脚，在剩下最后1秒钟的时候反败为胜，绝杀了这位世界第一的好手。我们看到比赛结束后，朴泰俊高举了双手，示意的他没有抓人犯规，确认了一下才确定自己是赢了。有一部老电影曾经说过，人类的意志力应该凌驾于智慧之上。用这句话来形容这场比赛，我觉得非常贴切。毕竟天底下没有真正的不败，重点是你要靠什么把它打败。能打赢比赛的因素非常多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心态。有了好的心态，你的战略、战术、经验、技巧、基本功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。这一次的重点只有一个，请天才少年帮我们画重点。心态上的失误，战略无法弥补；战略上的失误，战术无法弥补；战术上的失误，战斗无法弥补。这一次的解说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我们是新竹市忠诚香山跆拳道馆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多多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